世界上最臭的食物，第一名竟然被称为生化武器。美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大乐趣，但是你是否有闻过别人吃的食物散发出惊人的异味，让人眼鼻不已？如果你准备好挑战你的味蕾和嗅觉，那么你来对地方了。今天西西看世界将带您探索食物世界中最奇特、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料理。但先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期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令人啧舌的美食吧。第10名，臭豆腐。臭豆腐简直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美味。这种食物在亚洲尤其流行，尤其是台湾，但也被称为亚洲的蓝纹沙。为什么它那么臭？原因在于它的特殊发酵过程，其中乳酸菌和其他微生物参与，为这些腐败的小坏蛋们增添了难闻的气味。不过，别因为它的气味而忽略了它的美味。当你一咬下去，就能感受到酥脆外皮下那柔软的内部，并品味到各种香料和酱料的滋味。所以，虽然臭豆腐闻起来可能像是一团烂泥，但它却能让你的味蕾陶醉不已。当提到臭豆腐时，外国人的反应总是非常有趣。许多人第一次闻到它的气味时，总是会感到震惊，纷纷表示：“哇，这气味太强烈了。”但在尝一口之后，不少人都转变了立场，因为他们发现臭豆腐的风味比它的气味好多了。然而，也有些人无法克服心理障碍，对臭豆腐爱恨交加。有些人会说：“这东西怎么能吃得下去呢？它的味道就像下水道一样。”但对于爱吃臭豆腐的人来说，这些反应只能算是噪音，他们对这种美味情有独钟。所以，不要被第一印象吓到，尝试一下臭豆腐，也许你会像许多人一样，最终爱上它的独特风味。第9名，日本纳豆。我们来谈谈日本的纳豆。这种发酵大豆的食物拥有非常独特的气味，可以用强烈来形容。对于未尝试过的人来说，往往是一个真正的挑战。这个小小的食物坚持着自己的独特风格，不仅有别于其他大多数大豆产品，还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粘性。外国人第一次尝试纳豆时，经常会被它所特有的气味吓到。这种气味来自于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化学变化，有人形容它为老鞋子味，而另一些人则形容为腐败的芝士味。然而，这种异味却是纳豆爱好者所迷恋的一部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纳豆被认为是非常健康的食品，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，但要克服它特殊的风味，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无论如何，这种食物都拥有自己的独特魅力，而日本人对它情有独钟，这也是你在日本旅行时不可错过的一种体验。第8名，豆汁。让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豆汁，这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饮品。如果你想象一下，它的味道有点像豆子开始穿上太多的香水，然后开始跳着迪斯科舞，这大概是最贴切的形容。对于豆腥味的爱好者来说，这是一种香气四溢的飨宴，但对于初次尝试的人，它可能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。在中国，豆汁被视为一种经典的小吃，特别是在早晨。它以其高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而闻名，有助于提供活力。有外国游客曾经尝试它，他们说，这就像在洗澡只洗热水的人突然要求他跳入冷水中游泳一样，需要一些勇气。不过，如果你勇敢尝试，你将体验到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，并且有机会成为那些能够欣赏这种特别气味的人之一。第7名，鱼腥草、折耳根。让我们进入食物界的奇特之地——鱼腥草，也称作折耳根。这是一种生长在东南亚的植物，因为它的名字而让人印象深刻，但这种食物其实充满了惊喜。鱼腥草的名字来自于它的味道，它的确有着类似鱼腥的气味，这是由一种名为三亚胺的有机化合物造成的。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味道而退避三舍，但也有许多人因为它的独特风味而喜爱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鱼腥草是泰国、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菜肴的主要成分之一，它可以为菜肴增添风味，并且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。它在东南亚被视为一种非常健康的食材，并且被认为具有草药的功效。传说中，鱼腥草能够帮助改善血液循环，降低血压，甚至有助于提高男性的体力和耐力。此外，鱼腥草还被用作一种天然的催情剂。当人们希望增加浪漫情怀或是提升性能时，这种食材往往会成为他们的首选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传说和民间故事，科学证据仍然有待确认。对于一些人来说，这种草本植物是一种美味；对于其他人来说，它可能是一种挑战。对外国人来说，第一次尝试鱼腥草时，他们可能会被它的味道惊艳到，但也有人会感到困惑，
因为它的味道实在是难以形容。但这正是探索世界各地美食之乐趣所在。第6名，冰岛前沙。这个名字可能不太为人所知，但绝对令人难以忘怀。冰岛前沙是令人又爱又恨的北欧美味。首先，你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要前沙？冰岛前沙是一道古老的冰岛传统美食，制作过程非常特别。他们首先会挖一个大坑，然后把新鲜的鲨鱼埋在坑里，用重物压实，进行长达数个月的发酵。这样，鲨鱼肉就变成了冷冰冰的、颜色鲜艳的前沙，并带有浓烈的氨味。有趣的是，吃冰岛前沙时，人们会说这是一道休闲食品，因为每当享受这美食的时候，旁边总是需要一杯烈性的冰岛白兰地。这不仅能够中和鲨鱼的氨味，还能带来一点放松的愉悦感。然而，冰岛前沙可不是每个人的菜，有些人甚至形容它为食品中的恶魔。吃这道菜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嘴巴里冒出一阵浓烈的氨味，就好像在医院闻到的消毒水味。不过，不论你是爱它还是恨它，冰岛前沙绝对是一个独特的食物体验。想尝试一下当地人的味蕾吗？别忘了准备好冰岛白兰地，因为这两者总是不约而同，形影不离。第5名，榴莲。榴莲有一个非常贴切的别名——水果之王。虽然称它为臭水果似乎不太友善，但这也是它的真实写照。榴莲的外表看起来普通，但一旦切开，它散发出强烈的气味，被形容为粪便，甚至是坏掉的肉味。不论你爱它还是恨它，榴莲的味道都无法被忽视。有趣的是，榴莲是许多亚洲国家的国际宝贝，但它的气味却常常遭到禁止。许多饭店、公共交通工具和飞机都禁止携带榴莲，因为这个味道实在太浓烈，会令人无法忍受。不过，榴莲的爱好者却对它着迷。在亚洲，榴莲是价格不菲的水果，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榴莲产品，从榴莲冰淇淋到榴莲糖果，无所不有。而且，榴莲也有一个特殊的开启方式，它的果肉味道鲜美，经常被比喻为天堂之味。无论你是爱它还是讨厌它，榴莲无疑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，而它的气味和味道一直是人们争相探讨的话题。你愿意尝试一下榴莲吗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。第4名 ，Kiwi Egg。Kiwi Egg 是来自格陵兰的传统食品，一种因纳纳特人 Inuit 的食物，主要出现在格陵兰和北加拿大等北极圈附近地区。由于北极圈地区的环境极端，植被稀少，猎物有限，因纳纳特人需要依赖当地可用的食物来度过长而严寒的冬季。小海鸟是当地的一个重要食物来源，它们相对容易捕捉，并提供了蛋白质和脂肪，有助于保持身体温暖并提供能量。为了保存这些小海鸟，因纳纳特人发展了 Kiwi Egg 的独特制作方法。制作 Kiwi Egg 的过程相当特殊，首先需要捕捉成千上万只小鸟，然后将这些小鸟整只塞进大的鸟内，大的鸟往往是鹅。接着把整个鸟塞进一个气密的石坟墓中，然后用大石压实，鸟肉被压制并发酵。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个月甚至1年以上。这么长的发酵时间，鸟肉会释放出一种相当强烈的气味，有人形容它为腐败的、恶臭的，甚至是受恶魔附身的气味。不难理解 Kiwi Egg 的气味如此特别，它登上我们的排行榜。虽然 Kiwi Egg 的制作过程听起来让人啧舌，但对于格陵兰人来说，这是一种充满传统的美食，而且 Kiwi Egg 在当地节庆和庆典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如果你有机会品尝 Kiwi Egg， 你可能需要些时间来适应它独特的风味和气味。但是这种食物代代相传，反映了这个地区的狩猎和生存技能，并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和能量。第3名 Veuve Blanc 奶酪。这一名是蓝纹奶酪中的奶酪之王 Veuve Blanc 奶酪，是一种柔软的法国牛奶奶酪，成熟时间为7至9周，带有持久的美味，具有蘑菇味和亮橙色外壳。它在成熟过程中浸泡在啤酒中。Veuve Blanc 奶酪是来自法国的一种特殊蓝纹奶酪，它拥有非常浓烈的气味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臭的奶酪之一。这种奶酪由生乳制成，然后在发酵过程中添加细菌，产生了引人入胜的蓝纹。当你拆开 Veuve Blanc 奶酪的外层，你会被一股强烈、辛辣的气味所袭击。有些人形容它为动物园、堆肥堆或是湿地的气味，这么形容也不为过。Veuve Blanc 奶酪的味道就像它的气味一样浓烈，拥有令人难以忘怀的奶酪风味，但要应付它需要相当的勇气。然而，有趣的是 Veuve Blanc 奶酪是一种备受珍爱的奶酪，它获得了法国农业部的 AOC 原产地控制认证，这意味着它是法国特定地区生产的奶酪。
具有特殊的风味和制作标准。不同地方的人对于 Vue Bouillon 奶酪的看法不一，有人爱不释手，有人望而却步。如果你勇敢尝试，也许会发现它是一个充满挑战性和奇特风味的美食体验。第2名 Tex-Mex。Tex-Mex 实际上不是某种具体的料理，而是一种源自西班牙的酱料，它包含了20多种天然植物成分。这种酱料在西班牙非常受欢迎，尽管这种独特的气味目前只有西班牙人愿意享受。这种气味被一些人形容为狐臭，但实际上这个独特的气味主要来自于 Tex-Mex 调味料中的一种名为 Comino 的种子。Comino 在西班牙、墨西哥等地十分盛产，而当地人对这种味道习以为常并热爱它，通常会将 Tex-Mex 酱料与食材如玉米饼一同搭配食用。作为西班牙人最喜欢的酱料之一， Tex-Mex 在很多西班牙餐厅中都有应用。所以如果你在西班牙旅行时在餐厅里闻到独特的气味，不必感到惊讶，那可能并非人体的气味，而是 Tex-Mex 酱料的特殊香气。第1名，鲱鱼罐头。没错，它就是来自瑞典的鲱鱼罐头，甚至被调侃为生化武器。鲱鱼罐头是一道传统的瑞典美食，制作过程中鲱鱼被放入罐头中，任由它自然发酵。这个过程就是让这罐头得以散发那令人却步的异味元凶。当你打开这罐鲱鱼，你会被一股刺鼻的气味所袭击，这气味实在难以言喻，有些人甚至形容它如同屁股味。而这个独特的异味来自于发酵过程中释放的硫化氢气体，让鲱鱼罐头成为全球最臭的食物之一。虽然鲱鱼罐头的气味让人望而却步，但在瑞典，它是一种受欢迎的美食，尤其是搭配薄面包做成三明治，人们经常将这罐头当作开胃菜食用。有趣的是，这种罐头的臭味如此著名，以至于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，在公共场所开罐是非法的。而一些航空公司也明令禁止旅客携带这种罐头上飞机，因为气压的变化可能引发罐头破裂，后果很严重，其臭味相当于纳豆的300倍。所以，如果你有胆量尝试这道全球最臭的食物，你将体验到一种极端的口感和风味，这可能会是一场极限挑战，只有真正的勇者才能够品味并享受其中的独特之处。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美食之旅。我们刚刚浏览了世界各地最臭的食物，有些让人大感惊奇，有些可能让您眼鼻而过，但正是这种多样性让美食世界如此有趣。如果你喜欢这期的内容，别忘了点击赞好和订阅，同时也别忘了分享给你的食友们。如果您曾经尝试过这些异国美食，或者有其他令人惊叹的食物推荐，请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